各位光枪游戏迷好，我用电手改装了一支游戏光枪，无论外观、手感、后坐力反馈、拟真度都远超市售的游戏光枪。首先要感谢 SD 论坛飞飞啊飞、B 站为啥总纠结、塔夫护鱼、钢铁前线的启发或交流。最后我也会和大家分享我的改装方案，让每位对光枪有兴趣的水友都能把自己的电手改装成游戏光枪。我使用金箔 TTI G34 无刷板和 X 杠光枪进行改装。我最初曾考虑使用匠心家的电抛2011，看中了它去掉弹壳后的大空间，便于改造，但最终放弃，因为这款是有刷电机，玩游戏的话连续激发后会严重发热，实际上就算是无刷电机都会发烫，最好不要连续玩。选择 TTI G34 是看中它的长枪管，可以塞进大点的电池，以及 TTI G34 的镂空滑套，方便开关激光和充电。当然，如果觉得外管上的开孔露出来丑，也可以选择在侧面开孔，就是充电会麻烦点。选择 X 杠而非钢炮 IR， 因为电手空间紧张，塞不进摄像头，而 X 杠只需要塞进一个850纳米的激光头，而且 X 杠市场较大，可以近距离用大屏玩，临场感强。电手模拟后坐力是靠电机高速拉动滑套撞击带来的正手感。我用 ZG Top 的扩容电池，正手感比原厂电池更强。如果把市售游戏光枪回膛的正手感比作1的话，电手就是10，真铁则是100。虽然无法与真铁相提并论，但是远超普通的游戏光枪。如果想进一步增强正手感，可以增加滑套质量，比方说装个红点。把电手改装成 X 光枪主要有2个步骤：装上激光头和把电手的激发变成鼠标左键。我另外把拔插弹匣变成鼠标右键，释放弹匣是按下右键，插上弹匣是抬起右键。游戏里鼠标右键一般是上弹，所以可以这样实现现实中换弹匣等于游戏里上弹，只不过这样玩太费弹匣，所以我一般是释放弹匣后用手接住再插回去。但是电手现在有一个局限，就是插弹匣后火控板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来上电，不是插上后马上就可以回膛的。如果一插弹匣就扣扳机，滑套不会回膛，必须用手拉一下才能完成后续射击。用弹匣上弹已经大大增加游戏难度了，还必须停一下再射击，真是太过考验技术和心理。针对这一问题，我现在想到了改进方案，改变吹筒磁铁的位置，使得吹筒只要没被导梯挂住，电机就会启动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把自动上膛的电手。当然，如果改变电手传统结构，把电池固定在握把内，换弹匣时不会断电，就像匠心电抛2011那样，综合效果更好。希望有动手能力强的大佬能去尝试。总之，用电手改装的光枪虽然在各方面都远超市售的游戏光枪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经济性和易用性很差，所以并不适合普通玩家。X 杠光枪要500左右，主流无刷电手在700左右，如果用北青就更贵了。就算用 ZG Top 电池，续航也未必够一整局游戏，再多备1-2个弹匣加 ZG Top 电池的话，要500左右。再加上其他配件和无论是请人改装的手工费，或是自己动手的各种工具成本和时间成本，价格肯定是远超普通游戏光枪的。电手设计声响大，在家玩棒棒棒跟装修似的，就算我做了降噪处理，也和在大音量放战争片似的。另外，电手机械活动部件多，磨损大，日常需要拆开上油，一般打到1万发以上就是重度使用需要维修了。真铁寿命也是以万发为单位。电手工况没真铁恶劣，但质量也远远不如真铁。各种受力易损部件如尾盖、齿轮、推筒、管座、轴承，可能从几千发到几万发不等就会损坏，需要更换。而对光枪游戏来说，30分钟游戏激发个2000次轻轻松松，多玩个几局就破万，这是远超电手设计用途的超重度使用。除了 Wargame 玩家，没几个人能接受玩一局游戏就要保养上油，玩几局游戏就要维修吧。就算是 Wargame 老手，也要做出各种状况的准备。游戏对电手的摧残远超日常把玩和下场，这绝不是一个只管玩就行的玩具，需要像真铁一样去保养，不然寿命会很短。如果以上这些你都能接受，那么请看改装教程，一共需要购买这些5金配件和工具。首先，如果能直接购买到适配的850纳米激光外管是最方便的，但我常买的陈列激光最近不接受定制了，所以我只好自己设计 3D 打印结构，把激光部件装在外管里。我画的这些 3D 打印文件都会提供给大家下载。
激光头 X 杠网店有卖的，透镜部分可以旋转调焦，调好之后用热缩管固定住，开关2个引脚焊上电线，然后一个焊到激光头正极，然后激光头负极1分2，分别焊到 1.25 端子母头和电池负极。TTI G34 外管长，我选的是8毫米直径50毫米长的电池，然后开关的另一个引脚在1分2，分别焊到 1.25 端子母头和电池正极。在开始前，最好先把各个部件放到打印的激光管外壳里释放一下，对各个部件之间的线留多长心里有数，线太长的话会塞不进去。激光管外壳我设计了上下分开或者左右分开的2种，左右分开的比较好装，上下分开的需要先把部件塞进下半部分里，再把上半部分盖上。我用的是蔚来工厂的 HT 高温工程树脂打印，然后再套上一个 0.1 毫米 PVC 热缩管，热缩管要剪得比激光管长一些，然后加热固定好，这样激光管就做好了。之后塞进外管固定就行。金箔的外管是用螺丝胶固定的，要先用热风枪吹化了才能拆下。在对应激光管开关和充电口的位置分别开相应的孔，开关处可以只开一个小孔，用细杆去顶开关就行。另外还要在外管前端适当位置开2个相隔180度的孔并公丝，用尖头紧钉螺丝固定激光管，还建议在外管中后段激光管后方的位置开孔泄压。推筒上也建议开孔泄压，我会在电池后面再放一个 9.5 毫米弹性挡圈固定。至此激光部分完成，然后就是电路部分了。我用的是 Arduino Pro Micro 开发板，用其把电手的激发和换弹信号变成鼠标左右键。首先拆解电手下身，在 B 站上就有教学视频，在此不赘述。这个是干簧管，相当于一个开关，当我们扣下扳机，推筒上的磁点经过其上方时就会接通。它的2根线分别接到火控板上的 Ground 和 Start 引脚， Start 是正极， Ground 是负极。我们把这2根线截断后再1分2，继续接回火控板和引出接开发板，然后把火控板的电池弹片分别焊上电线。这个是不锈钢的不好焊，我干脆用铜丝绕弹片打个结，就算没焊死不松开就行。把这2根线和干簧管线路上引出的2根线都按在塑料板下，从后方引出。握把的弹匣颈拆掉，我画了一个 3D 打印的底盖，我用的是 T1500类橡胶手感的工程树脂打印，放入一个螺柱后，用原本装弹匣颈的螺丝固定，然后把这4根线收在槽内，再通过过线环导向后方。可以用热缩管包裹电线插入过线环，更不容易滑动拉扯到焊点。这4根线焊到 PH2.0 的4 pin 端子公头，在 Arduino 开发板上选2个 Ground 引脚和2个输入引脚焊上电线，其中一对连干簧管，一对连电池弹片。连电池的要先连继电器的输出端，然后再把继电器的输入端和连干簧管的电线焊到 PH2.0 端子母头。我画了一个 3D 打印的壳子，用来固定开发板和线，这样硬件部分就完工了，剩下的就是给开发板编程了。首先到官网安装 Arduino IDE， 然后设置好更新网址，会自动下载驱动，然后 USB 连上开发板， Board 选 Micro， 打开我的原文件，根据你选用的引脚改变左键和右键的引脚数字。我的方案是插下弹匣后电池通电，继电器通路，释放弹匣后继电器断路，取反作为右键的按下和释放，点 Upload 就全部完成了。之后就可以接线，打开 X 杠客户端， X 杠调到光枪模式，打开电手激光管，校准准心，然后就可以玩游戏了。但是这样玩的话会很吵，要降低噪声的话，还需要把尾顶弹簧换成弱的，这样除了降低推筒的爆破声外，还可以减小扳机力和拉滑套的力。还有一大噪声源是金属的撞击声，可以把尾盖、抛壳窗、管座观察到有掉漆的地方就是有撞击的地方，贴上特氟林胶带。如果经过这些降噪处理，你的家人或邻居还是嫌吵，那就避开休息时间再玩吧。另外提醒一下，插拔电手 USB 线时，最好先下掉弹匣，不然有可能走火。以上方案可灵活运用于各品牌型号电手，外管长度不一样就改变电池大小，或者用智退、消音延长长度。握把形状不一样就修改底盖，或用别的方式固定线。另外激光头放在外管里最自然，但是外管在回膛时会晃动，会上翘，而从现实世界扣扳机到电脑程序响应会有延迟，这会带来游戏弹着点的微小变化。
如果要追求更好的精度，可以把激光管做成下挂枪灯的形式。以上就是全部内容。我本想买一把现成的拟真短手游戏光枪，但现在市面上没有人做，才只好自己设计。我尽量利用电手原结构实现游戏功能，希望我的分享可以抛砖引玉，有大佬做出更多更好的光枪。此次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请不妨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那么下次再见了。